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我们这个视频呢，给大家来讲一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。我们呢都即将步入这个中老年。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房子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是一个老人的家庭。那么老人的家庭呢，需要在这个陡峭的这个楼梯上面呢，安装一个自动的扶梯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啊，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自动的扶梯到底是个怎么的安装的过程，那么到底的难易程度怎么样？那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安装的计划，每个家庭呢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看看这个扶梯呢，我们的自动扶梯呢可以装在这个靠墙的这一侧，当然也可以靠近扶手的这一侧。但是我们目前来讲呢，这个靠墙的这一侧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选择。那么如果这个椅子降落在这儿的话呢，这个出入口啊，如果救护车来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就完全挡住了，所以这个方案呢就一下被否定了。那么剩下的方案呢，那么就是说这个扶梯啊，那么自动沿着这个木头的把手，这个轨道呢从这儿把椅子呢落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椅子呢如果落在这儿，那么这个扶梯启动的时候呢，将会是这样。一直呢往上。好的，我们看看楼上的情况。那么现在来到楼上这个情况呢，那么这个英文里面呢，这个叫做一个馅饼型派这个 shape 的这么一个楼梯。那么这楼梯呢，最后呢会在这上面。那么我们这个轨道上来，那么理想的情况，那么最后应该也是在这儿啊，那么在这儿停留。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，这个方案呢也被否定了，因为在这样停留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过道会非常的窄，而这个地方是通往主卧室的。所以最终的决定呢，我们今天的计划在楼上这个部分呢，那么电梯啊就会停在这儿，因为椅子是可以旋转的，所以呢这时候只要把这个手一拨呢，就停留在这儿，从这儿就下去就可以了。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大致的这个安装的这个情况。下面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计划呢来进行安装。那么从安装的角度来讲呢，我们看我们现在呢从这个楼上最难的这个地方开始安装。那么现在大家肯定会问一个问题了，那么现在这个市面上面呢，到底都有多少种这种产品？那么它们的价格大概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比较多的呢，像我们今天要安装叫 Acorn， 那么它是从英格兰过来的。那么还有其他的呢，比如说像 Ameriglide、Stan、Bruno， 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。那么它们的价格呢，如果是直线的话，像这一条如果是11个台阶的直线的话呢，那么价格呢，那么新的话呢，肯定是在5000块钱以内。那么如果是旧的话，一般是折半。在弯转的话，像我们今天的情况呢，上面有一个弯转，下面有一个弯转。那么如果新的话呢，那么就上万块钱，非常的贵。我今天选择的呢是安装一个旧的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价格就是一半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首先呢，我们安装的是最难的这个部分，就是这个旋转的部分。那么在安装之前呢，我也有很大的这个疑惑。那么这个旋转的部分呢，每个家里面的这个旋转的角度不一样，旋转的陡度都不一样。那么这个如何选购自己的产品的话呢，那么我经过很多的研究呢，那么就发现每个公司这个产品呢，那么它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，它把这些预制件呢，旋转的这些预制件呢，那么根据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折弯、不同的这个形式，那么早都已经做好了。所以你要购买新的话呢，如果你是个人购买，将会非常的复杂，因为你要非常的了解他们的这个倾斜度、转弯、弯角，那么这些技术参数输入了以后呢，你才能买到像这样的这个指定的这个 pieces。对于新手来说呢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购买这么一套东西，如果是新的话呢，价格很贵，因为厂家呢会根据你这个情况呢进行定制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部分呢，那么这个弯角呢，由这一段这个直的，通过这个螺丝啊铰接，然后通过这个是一个标准的预制件，通过这个立柱呢，把它呀大致的这个摆放。我们现在看见呢，就像搭积木一样啊，我们选用不同的这个零件。那么这个零件呢，表面上看上去直，实际上它不是，它是有一点倾斜的。搭这个电梯呢，就有点像这个拼这个 Lego 的这个积木。好了，我们前面已经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现在呢利用不同的这个弯件呢，我们把这个像乐高积木一样啊，把这个弯角，那么呢把它已经拼到了这个直角这个地方来了，已经把这个最难的这一部分呢上面已经弄完了，在这个地方安装一个这个支撑。那么我这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支柱啊，那么实际上它是用2个这个夹钳，那么夹在这个轨道下面，那么这个支柱这个地方的高度呢是可以进行调整的。那么它现在呢把它夹钳夹紧了以后呢，用这个螺丝啊把这个支架锁住，
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装完了这一段以后呢，对各个部分呢进行角度的精调。那么角度精调了以后呢，就直接要影响到这个立柱的这个高低，所以呢待会儿可能还要再调整这个立柱的这个高低。如果这个弯道的这个工作呢，第一次来做的话呢，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 challenge 的。因为这个弯道呢，你必须得保证呢，它们得垂直，各种角度，零配件的选择。如果这个东西呢稍微有一点偏，那么我想你的椅就可能就会不太稳。那我们把这个螺钉呢牢固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现在从这个部分看的这个弯道装完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超长件呢。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曲线，刚才呢就从这儿插进去了，然后把后面的螺丝给它拧紧，进行调校，那么不断的旋转，高度、倾斜度达到这个指定的要求。那么所有的这个轨道距离这个栏杆的这个间隙呢，这个是20厘米，因为我们这个椅子和椅背呢要在这上面运行。那么随着我们这个项目的进行呢，我们现在已经移到这个底下的这个弯道，把下面的这个弯道弄好了以后呢，那么经过要精确的计算呢，那么中间还要插多少，然后把这个连接件呢给它补上，把这个最后的这个那一小段的连接件呢，现在给它紧固上，组件搭好的这个预制件弯道给它组装上。可以看到这个弯道这个地方呢，那么显然要加一个这个立柱，那么也是一样的，把这个立柱呢调整高度呢，在这个弯道这个地方调整高度。现在已经转弯呢到这个地方了，我们现在呢要装最后的一个部分，就是这个轨道的这个 landing。在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现在是我们这个最后的这一件零件了。这个最后的这个零件呢，我们把它接上。landing 部分呢，它需要一个支撑，因为最后的这个座椅呢要在这儿停止。如果你们家的安装的条件全是木地板的话呢，那么它的这些支撑呢将会对你的木板呢造成损害。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楼梯这些东西都是地毯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损害基本上是不可见的，因为它这个螺钉呢在这个地毯里面，它取掉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毯会自己的恢复。那么现在这个轨道装完了，我呢现在呢把我的这个手的这个压力在这上面呢实验了一下，那么看来这个非常的这个牢靠，那么这个钢件呢也是非常的粗重，所以呢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摇摆和晃悠的这个安全隐患在这里面。下面呢我们这个步骤就是在这儿装这个连接线。那么这个连接线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底下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部分呢有专门的一个槽，那么这个电线呢从这儿那么穿过去，电源线的底下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源盒接进来。这个充电器这个线里面呢实际上就只有2根线，火线和零线，然后呢接在这儿呢，这是2个金属的导体。我们现在把上面的这个接线盒呢也接完了。这个东西呢电路是非常的简单，那么它就是2极，里面一个火线一个零线，3伏 1.8 安。那么配电器呢配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房子，那么走线呢把它在这个房子里面呢非常漂亮的把这个线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是 invisible。 那么把这个线呢接完，现在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，我们要把这个电椅那么听起来有点害怕是不是？电椅这不是那个中美合作所的电椅，那么就是安装这个电椅到滑槽。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呢，是通过手工调整这个把手把这个椅子的这个角度，大家可以看到那是水平仪。这个电路板呢实际上就是这2块大电池，那么中间呢是它的这个主控板。看一下呢，我们这个型号呢是 Acorn 呢这个 Curve 180。那么大家可能会问，直线的和这个 Curve 是不是不一样呢？那么答案呢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旋转的呢，那么更加的复杂，里面有2套马达，而那个直线型电机呢只有1套马达。这个马达调好了以后呢，下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把这个座椅呢给它装进来。所以这个座椅呢是完全标准的，是一样的。那么最关键就是底下这个电机部分，那么我们刚才说了，弯曲的和这个直线型电机呢是不一样的。
电梯呢，它实际上平时呢是用这个电池啊驱动，不用的时候呢，它自动会归位，回到它的充电器的地方呢进行充电。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个安全性呢，椅子下面呢有这么一个保护装置，所以呢这个安全呢一共有3级保护。那么第1级保护呢，那么电路呢在这个前面啊是这个充电池，那么进入了这个充电池槽位，它一旦有了电信号以后呢，它自动会停止。如果出于任何原因它不停止的话呢，那么接着往上，那么这个东西呢就会被触发。那么这是第2级保护。那么最后1级保护会在这个轨道上面呢装上阻挡器，那么这是最后1级的这个安全的设施。那么现在呢，每年的这个维护和保养呢，这就跟你的那个车库的自动门一样。那么呢，你需要在这个上面呢，抹一些这个润滑油，每年抹一次。这个椅子的承重呢是120公斤，我想很多普通的老人呢都不会超过这个重量。那么只要不过负荷的操作呢，那么这个机器呢实际上是可以用了很长时间的。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在看我们的频道的话呢，那么不妨给我们的频道啊点个赞。好了，我们接着往下，我们最后啊。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啊，这个椅子呢电呢充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要来进行实测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现在啊，这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。我们在这做这个升降机啊，来这个装这个装山车。那么这个操作呢，可以看我这个右手呢，在这儿呢，压出来。那么它通过这个编程呢，可以看到这个直线的这段距离呢，下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你看非常快，非常的平稳。那么你这个手呢，只要不松的话呢，它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。好，那么到了这个转弯道的地方啊，那么它的编程啊，你看这个电机的速度呢，就自动的缓慢了下来，非常的漂亮，平滑。哇，这家里面要是有一个小孩子的话呢，我估计老人还没玩够呢，这小孩子啊就要把这个机器给玩坏了。非常的这个享受啊，坐在这上面听这个音乐，看我们就立刻然后你上来就来到了这个下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个关于在 House 里面安装这个电梯的视频呢，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。那么希望这个视频呢，能给大家呢，有一些基本的常识，包括如何安装。它的一些安全的考虑，那么以及它最终的一些运行的情况。好了，如果你对我们这个视频呢，喜欢的话呢，请你点赞、留言或者是转发。好了，我们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